宴回时以30级收官，傅云熙亲手抓住了庄世阳，并且将他所做的恶全部都一一告诉了圣上，还孤身涉险，把自己当作鱼饵，诱敌深入，只为将齐王这个隐患彻底除去。他做到了，完成了当初对庄寒燕的承诺，给了他一个家，也让他活成他所喜欢的模样，不受约束，不受羁绊。结局的最后，庄寒燕大仇的报，庄世阳也有了他自己应有的下场。随着一声声烟火出现，烟花里的身影逐渐多了起来，我甚至还看见了袁希文和宇文长安。就在我以为这一切都是庄寒燕的回忆，却不知在这结局的最后一幕里，笼罩着一个巨大的谜团，那就是他们所站的位置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傅云熙下线的暗示好明显，初时我还真的以为傅云熙拿到解药，虽然太医说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，但终归多活一天算一天。可没曾想，这意难平的一天会来得如此快。在结局的那一场烟花里，出现了很多下线的人，比如庄寒燕的母亲宇文长安、陈嬷嬷，甚至还有他的弟弟庄宇驰。而他们定格在结局的那一刻时，傅云熙站到了全部下线的那一边去。这样的暗示已经不能说暗示了，完全就是在赤裸裸地告诉我们傅云熙的真正结局。他终究是莫能躲过编剧的无情，还是没能逃开注定的宿命。只是我遗憾的并不是他结局的本身，而是他和庄寒燕相爱却短暂的10日里，他们都把太多的时间放在了勾心斗角、互相算计之上，从未好好去体会真正的爱情。我所遗憾的是他们还未曾好好在一起，还没有兑现陪阿芝长大的时光，就这样悄然离开。我遗憾也不甘心，这段掺加算计的真心里最终没有一个好的结局。庄寒燕这一生本就孤苦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生的爱人，好不容易托付了信任，却没有属于他们2个人的未来。这是庄寒燕的意难平，又何尝不是我们的意难平？这30集的剧情在我看来虽然初时看觉得圆满，可如今再回想却处处都是刀。除了傅云熙结局的暗示之外，还有另外2个谜团，解药是真还是假？比如庄世阳写下的解药，从我所了解的庄世阳来看，其实我不认为他会真的写下解药，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解药，不然傅云熙在发觉自己中毒时，以他的能力怎么会找不到解药？更何况如果真的有解药，当初手握重权的裴大福又怎么会找不到活命的机会？庄世阳的这一生处处皆是算计，他从来都不会跟别人公平交易。当初放走西文就是最好的例子，看似假意成全，实则在背后暗中埋伏。对庄羽山看似宠爱有加，实则是把他当作与齐王牵绳的棋子。还有假意反对庄寒燕和傅云熙在一起，背后也是他设计的一环，为的是将来东窗事发，用那些收据坐实他们夫妻为裴大福做事的证据。环环相扣的步步为营，庄世阳下了好大的一盘棋。我想早在他设计祖父之死时，就已经预想到后面会发生的一切，所以也就有了以庄寒燕之名的各种洗钱证据。那么再看庄世阳给傅云熙解药的这一幕，我们还能相信那份解药是真的吗？或许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解药，这一切不过是庄世阳想要活下去的一个借口，不然他应该早就把解药拿出来，也不至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置于险境之中。再往深一点想，傅云熙或许也知道根本没有什么解药，这样做的原因也是为了让庄寒燕有一点念想吧。人家结局是越细看越能发现隐藏的糖，宴回时的结局是越细看越刀人。如果只根据宴回时大结局定格的这张图就来判断傅云熙是死是活，这未免有些武断。显而易见，图片左右两边隔着生死线，左边那一排有阮希文、宇文长安、陈嬷嬷、吉兰、庄宇驰，这都是已经亡故的人。右边站立着的庄寒燕、阿芝、舒红、周如茵、庄羽山等人是健在的、真实的。傅云熙手持烟花也站在了左边，站在了虚幻亡故人群的这边，由此认为傅云熙最终毒发身亡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人长2条腿是可以走动一下的，如果这只是临时站位呢？傅云熙在死的那边向往生，只能说明他生死未卜，即便体内的毒不能根除，但他与庄寒燕还是在一起幸福生活着。具体能携手走到哪一天，谁也不晓得，只能且行且珍惜，过好在一起的每一天。要知道，已故的庄宇驰还跟姐姐庄羽山和母亲周如茵同框了呢。
因此只看画面来判断人物生死不准确。何况医术精湛的谭大人已经给傅云熙开药了，即便这药不能根除傅云熙所中之毒，但可以暂且维系生命，甚至较长一段时间不发作。两情相悦的前提下，身体状况有所好转的傅云熙可以跟庄寒燕喜庆完婚，圆房，带着阿芝去春游。即便哪一天傅云熙毒发身亡了，也不影响他与庄寒燕那美好的爱情。他兑现了当初对他许下的承诺，给他一个家。这个家里有阿芝，有舒红，有母亲，有二姨等人，温情满满，雪落无声。庄寒燕告诉曾经的自己，她的愿望实现了，她找到了想要的一个家。而且经历过这么多之后，她体会到有情之地，处处皆可为家。还有第1集就埋下谜团，阿芝到底是不是傅云熙的亲生女儿？前期在得知阿芝是傅云熙女儿时，我觉得这其中是有故事，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和身不由己的理由。我还给傅云熙和阿芝的关系有过各种的想法，比如是养父的遗孤，是收养回来的小孩，或者说是哪天大雪而下捡到的孤女。但不管何种想法，都需要剧情给我们一个答案。然而30集的剧情却没有给我们交代一句阿芝的身世，直到庄寒燕的饰演者陈都灵的那一句是收养的，才给观众的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。可就在我得到曾经心中所期盼的答案之后，却发现自己何尝不也是跟庄世阳一样偏执的固执己见，或者说不符合这部剧的对傅云熙的人设安排。以往我们所看的影视剧里，男主身边跟着小孩的一定是别人的孩子，或许有什么不得已的理由。男女主之间的感情都是几乎纯粹的一人一世一双人，没有过去过多的感情纠葛，从始至终都是只有女主一人而已。而这些设定形成的人设，逐渐变成我们对于世俗美好爱情的向往。所以在结局收官的最后，我们在意和纠结的地方也落在了阿芝没有言明的身世里。可在我看来，阿芝的身世并不是最重要的，不管她是不是傅云熙的亲生女儿，都不能忽视傅云熙曾经娶了庄雨琴为妻的真相，也不能抹去她现在对庄寒燕的喜欢，更改变不了阿芝是傅家唯一女儿的事实。阿芝的身世动摇不了傅云熙对庄寒燕的半分爱意，而我们曾经纠结的始于世俗偏见的忠贞与纯粹，才是对于傅云熙这个角色最大的偏见。不管是男主还是女主，他们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利，都有重新开始一段感情的勇气。一如李家夫人一样，不把自己束缚在贞洁牌坊之下，有着重新追求幸福的权利。那么傅云熙又何尝不能？即便阿芝真的是他的女儿，他对庄雨琴也动过真心，那又何妨？他从来都不是三心二意的孟浪子弟，更不是朝三暮四之人。从始至终，他都只是在合适的时间对一个人动了情，而这个人刚好是庄家三小姐庄寒燕，仅此而已。大结局，庄世阳自食恶果，周如茵如愿，庄雨山又做回庄家小姐，和母亲和好，庄家祖母不再进食各种补药，他的心病已除。大团圆之时，魏氏并没有出现，而已经离世的阮希文、宇文长安、庄宇驰等人却出现了。看来庄世阳变成今天的样子，魏氏也有责任。他胆小怕事、只求自保的性格也直接影响了庄世阳，所以他不配站在大团圆的队伍里，庄世阳更不配。只是最后傅云熙站在了阮希文等已去世之人那一列，对面那一列是活着的人，这说明傅云熙最终还是下线了，他的毒终究是没有被解开，好遗憾啊！导演可能也在磕这对 CP， 不忍心看他们在荧幕上分离，留下一个全员上桌的大圆满结局，有心了。没有强行大圆满，也没有一锅端，活着的人都在认真的过每一天，那些提前离开的人活在他们心里，挺好的。